这里是 Anime Source， 一个关于影视与游戏动画的频道。慢镜头这个具有多重功能的摄影手法都很常在电影出现，目的是为了更凸显、交代、强调剧情里发生的事情，不管在动作片段、表达人物情感都可以用到的技巧。在动作电影中，通常会用来传达暴力美学，让动作看起来更有美感。在魔幻或者科幻电影里，可以表达出超出常人的能力，像是控制时间之类的事情。慢镜头也可以更加凸显人物当下的情绪，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开心可以更开心，伤心的可以更伤心。好像用了慢镜头都能够更细腻地表达出人物的情绪，还可以让一些很无聊的画面看起来很酷炫，像是眨眼、跳跃、转个头都可以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应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手机都有慢镜头摄影功能给用户使用，让用户可以拍到很带感的画面。在更深入运用在电影或者影视语言里面，可以交代事物或者人物内心的情感情绪。在电影 Inception， 导演用慢镜头来表达梦境里跟现实世界的时差。在电影 Drive， 男女主角在电梯内的情景，上半段还在表达男主角对女主角亲吻温柔的慢镜头画面，而且灯光的转换也很有代入感。结束之后就直接跳回正常的速度攻击他的敌人，而且还非常暴力，踩脸爆头的喷血画面跟刚刚接吻的画面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然后最后当男主角转头望向女主角的时候，内心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情感都以慢镜头的方式呈现出来。还有一些情况像是进入某种精神状态，像是人物很嗨的时候，就是可以把画面放下来的好时候，来表达毒品发酵的状态。电影《Wolf of Wall Street》还有《Drag》这些电影充斥了非常多的吸毒后变慢镜头的画面，当然还有很多打斗、子弹穿越的慢镜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从高空跌落的画面，导演把片段设计成非常漂亮的视觉，但人物是失去自我的。配合过度饱和的色调、空灵的声音设计、特写最后的撞击，而且非常近距离的特写。在影视电影里最常出现、最酷炫的还是爆炸、打斗、暴力的慢镜头特写，超慢速度描述爆发世界病毒、丧尸追咬人的混乱画面，呈现出非常有喜感和恐怖的画面。从大口吐血、车爆炸、粉碎玻璃、丧尸无理的追赶、Zombieland 的开场就是那么的帅。还有99年 Matrix 经典360度旋转镜头来拍摄躲避子弹的画面，到大厅枪战、弹壳跌落、隔音枪扫射，加上水箭的画面，万代的子弹穿越、拿键盘甩人脸的动作、Transformers 打斗的画面、Inception 街道的爆炸，当然很多动作电影的慢镜头摄影，这些画面配合慢镜头都会呈现出非常有美感的视觉。而使用不同帧数的慢镜头也会给画面和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效果。超级英雄电影都会有蓄势待发走路的慢镜头，使用的帧数也相当的高，画面通常是这样。使用少帧数的画面，像 Reservoir Dogs 的开场走路画面就有不同的感觉。当然还有配合构图和音乐的效果来呈现故事的风格。在使用少帧数时，还有快门的设定，可以设定成快或慢，慢就会把画面拍成有带模糊的感觉。这类镜头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时常出现，可以呈现出迷茫、失去方向之类的感觉。到了游戏里的慢动作或者镜头有别的功能，一般都是变成游戏机制。在单机游戏里会像是招式把敌人慢下来，像 Beautiful Joe 和 Mega Man 11的 Speed Gear， 把整个关卡慢下来。在NieR Automata里战斗的时候会有完全回避的慢动作，虽然时间很短，但是能够让玩家知道躲避成功，也让这个快速打斗的画面有不同的节奏，还可以让玩家在躲避后慢下来的时机做出反应攻击。这类机制在很多游戏都会出现，在被攻击或者攻击之前进入慢镜头，让玩家能够做出反应。在早期使用这个机制的游戏就有 Max Payne， 不管在跳跃、躲避，只要使用慢下来的机制，除了操控镜头和瞄准器，整个画面都会慢下来，让玩家可以看到在混乱射击中子弹在空中穿越的画面，
整个画面感会让玩家觉得很酷炫。就在变慢的这几秒，玩家会变得更强。后来很多单机射击游戏都有类似的机制。除了用在游戏机制上，最常用在的地方就是增强游戏动作的感觉，让画面看起来更帅，让打击感更明显，让动作看起来更有力度。在动作或者对战游戏通常被用在最后胜利的时候，来加强表达游戏回合结束的情况。这集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集见。